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奈福小站。我们的使命是让健康每日伴您左右。老王，一位长期坚持养生之道的老人，近期却遭遇了健康的小插曲。起初，偶尔的头晕头痛并未引起他的警觉，毕竟岁月不饶人，小病小痛在所难免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痔疮问题却让他苦不堪言，无论是坐是站，都倍感不适，日常生活大受影响。更令他焦虑的是，夜晚的失眠开始频繁侵扰，让他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。医院的一纸诊断更是如晴天霹雳，医生提醒他存在血管疾病的潜在风险，让老王的心头笼上了一层阴影。一次与老友下棋的闲暇时光，老王忍不住吐露了心中的烦恼。这时，老李神秘一笑，轻声透露了一个简单却可能有效的养生秘诀——踮脚尖。老王听后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期待，半信半疑中，他还是决定尝试这一简单却充满神秘色彩的方法，希望能为自己的健康带来一丝转机。谈及养生之道，人们常言饮食有节，运动不息。对于中老年群体，节制饮食或许不难，但持之以恒的锻炼却是一道难题，尤其对身体虚弱者而言，诸多运动项目难以胜任。散步、太极、广场舞固然有益，但可曾想过，家中也有简便的运动方式？今日我们向您推荐一种便捷的踮脚尖运动，让您足不出户，轻松锻炼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脚部保健常被忽视。中老年朋友急需一种既简便又能持之以恒的锻炼方式。踮脚尖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，实则蕴含着改善健康的潜力。那么，它究竟能解决哪些健康难题？锻炼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？一起来看看吧。1. 每天坚持15分钟踮脚尖，让你收获6大健康益处。脚被誉为第二心脏，远离心脏，血液回流需更大动力。足部功能衰退会影响血液循环，因此足部运动至关重要。踮脚尖动作简单，易于掌握，是身体锻炼的绝佳选择，祝您轻松保持健康。每日坚持15分钟的踮脚运动，将会为您带来6大显著的健康益处，让身体焕发新的活力。首先，踮脚运动对于改善痔疮症状具有显著效果。长时间的久坐、久站以及不良饮食习惯，都可能导致痔疮的发生。当痔疮发作时，那种难以言喻的不适感让人倍感困扰。然而，每天只需进行15分钟的踮脚运动，就能有效缓解这一问题。在踮脚的过程中，肛门肌肉会不断收缩，这种收缩状态有助于促进直肠静脉血的回流，从而改善痔疮部位的血液淤积状况。因此，对于饱受痔疮困扰的朋友们来说，不妨每天抽出15分钟进行踮脚练习。其次，踮脚运动还能有效缓解头晕和头痛的症状。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头晕和头痛是常见的健康问题，这往往与大脑供血不足有关。而踮脚运动则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延缓器官衰老，从而缓解头晕和头痛的症状。此外，踮脚运动还能放松大脑神经，有助于预防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再者，踮脚运动对于补肾气也大有裨益。肾气不足的人往往容易感到身体疲惫、精神不振，长期下去还会导致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，容易生病。而踮脚运动则能够刺激脚部和腿部的经络，促进肾经的畅通。每天进行15分钟的踮脚运动，肾气会逐渐充足，从而达到增强体质、提高免疫力的目的。
此外，踮脚运动还是一种很好的瘦腿方法。对于久坐不动、缺乏运动的人来说，踮脚运动是一种非常简便有效的锻炼方式。每天进行15分钟的踮脚运动，不仅能够刺激腿部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，使腿部肌肉得到拉伸和紧致，从而让腿部变得更加纤细有型。同时，踮脚运动还能改善睡眠质量。长期睡眠质量差不仅会对内脏器官造成损害，还会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。对于睡眠质量差、失眠和焦虑的朋友们来说，每天进行15分钟的踮脚运动，能够有效减轻身心负担，改善失眠多梦的症状，让您拥有一个甜美的梦乡。最后，踮脚运动还能有效预防血管疾病的发生。由于饮食和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，动脉硬化、闭塞症等各种血管疾病屡见不鲜。而踮脚运动则能够刺激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血管及时排出毒素和垃圾，使血管保持畅通无阻。每天进行15分钟的踮脚运动，能够更好地保护血管健康，预防和改善各种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那么，如何进行正确的踮脚运动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双脚并拢站立，双手自然下垂或叉腰，然后慢慢地将脚跟抬起，用前脚掌支撑身体重量，保持这个姿势几秒钟后，再慢慢地将脚跟放下，如此反复进行即可。记得在踮脚的过程中要保持身体平衡和呼吸顺畅哦。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踮脚练习？踮脚练习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运动方式，它有2种主要形式：坐姿踮脚和站姿踮脚。对于长时间坐着工作或学习的人来说，坐姿踮脚是一种非常适合的锻炼方式。它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缓解因久坐而导致的肩部、颈部和腰部疼痛。具体的练习步骤如下：1. 坐在椅子的1/3处，确保身体稳定。2. 保持腰部挺直，同时收紧腿部肌肉，用力踮起脚尖，并保持这个姿势约30秒。3. 慢慢放下脚趾，放松双腿，然后重复以上动作。而站姿踮脚则更适合中老年人或希望进行更广泛锻炼的人群。如果担心其他运动会磨损关节，那么站姿踮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具体的练习步骤如下：1. 身体自然站立，双脚并拢，双手叉腰，保持呼吸均匀。2. 抬头挺胸，提臀收腹，双脚分开约60度，然后抬起一侧的脚跟约5厘米，保持2秒后放下，再抬起另一侧。3. 重复以上动作，左右脚各做10次，整个练习过程大约需要15分钟。此外，还有一种辅助性的踮脚练习方法，需要在椅子或桌子等物体的辅助下完成。具体做法是：双手扶住辅助物，双脚并拢，踮起脚尖约60度，保持5秒钟后脚跟落地，再抬起脚底。重复这个动作，每天坚持做10到15分钟。随着熟练度的提高，可以逐渐取消辅助物。踮脚运动时需求留意什么？踮脚运动是一种简单有效的锻炼方式，但在进行这项运动时，我们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，以确保运动的安全和效果。首先，饭后不宜立即进行踮脚运动，因为刚吃完饭，血液会集中在胃部帮助消化，如果此时进行踮脚运动，会增加胃部的负担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。特别是对于有胃病的人来说，饭后运动可能会导致胃痉挛、胃痛等不良反应，影响胃肠健康。其次，在进行踮脚运动时，要注意控制运动时间和力度。
由于全身的重力都集中在脚趾上，因此踮脚的时间不宜过长，建议每天坚持15分钟左右即可。同时，要掌握正确的呼吸节奏，保持均匀的呼吸，这样可以使运动效果更好。避免盲目追求运动时间，导致脚趾长时间受力，从而造成脚关节和骨骼的损伤。此外，在练习过程中，建议每次踮起脚尖后停留3至5秒，不要过度用力，以免导致脚后跟疼痛。如果运动方法正确，出现脚后跟疼痛的情况，不必过于担心，休息几天后，可以用热水泡脚来缓解疼痛。最后，虽然踮脚运动看似简单，但在运动前也需要进行适当的热身运动，如伸展腿部肌肉等。这不仅可以放松肌肉和骨骼，还可以防止一开始踮脚时造成的紧张或扭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脚踝、小腿肌腱受损或患有踝关节炎的人来说，不建议进行踮脚运动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，在进行踮脚运动时更要注意安全。至此，今日的分享就到此为止。感谢您的关注与收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触动您的心灵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能够每日与您相伴，共同成长，共享幸福，携手迎接每一个温暖的明天。期待在下一期节目中与您相见。